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你中文的学习还顺利吗？我最近日语的学习有了一些不错的进步，也由此产生了一些关于语言学习的思考，尤其是对学习方法的思考。所以这一期播客里，我就想和你分享一下我觉得最好的语言学习方法。虽然我说最好的学习方法，但是可能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和偏好并不一样，但是我这一期播客里介绍的方法，至少对我而言是很有帮助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你在学习的语言去学习你的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比如说，我在之前的播客里提到，我很喜欢音乐，不仅仅只是听歌、听音乐，我甚至想自己学习作曲，然后发表自己的作品。那我最近2-3个月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开始用日语来学习音乐。那具体来说，其实有好几件事情。首先呢，我是开始和一个来自日本的老师上音乐的理论课。一开始我只是在和我的日语语言交换的伙伴聊到这个话题，说我想学习日本音乐，之后想去日本住一段时间，然后在那里学习音乐的制作。然后他就给我提到，他也认识一个在荷兰住的日本人，他就是一个音乐老师，之前也是学作曲的，所以我就联系上了这个人。虽然最后我并没有在他那里上课，但是他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教音乐理论的老师，他是一个日本人，然后现在在日本居住。他的英语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上课都是全日语上课。虽然一开始我感觉还有一些担心，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上课的内容我都能够理解，并且因为这个老师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我需要强迫自己用日语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并且尽力的去理解他在说的内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日语的理解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那除此之外，我也开始看一个日语的乐理的网站。这个网站其实在学习音乐理论的圈子里应该算是比较火的一个网站了。虽然它也有英语的版本，但是它本身是一个日本人制作的，所以我就想着干脆就看日语的版本，然后用这个机会来一方面学习日语，一方面学习音乐理论的内容。那除此之外呢，我还在 YouTube 上看一些日语的音乐分析的视频和杂谈，有时候是在聊日语音乐，有时候是在聊古典音乐，总之就是各种各样和音乐相关的视频我都会尽量去看。所以在我平时就做的语言学习的事情之上，我还增加了这些用日语学习音乐的
措施，这就让我对日语的感觉又上了一个台阶。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流利程度，但是我能够很自信地说，我能够用日语来表达大部分我想表达的内容，以及理解相对复杂的内容。同时，我的音乐的爱好也是实实在在的有进步，所以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也没有觉得很痛苦，而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语言学习方法，那就是用自己正在学习的语言去学习自己的爱好。但说实话，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做到。像我的荷兰语的学习和西班牙语的学习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这个爱好和这个语言的重合的地方。我有想过，我是不是能够把我在日语学习方面做的音乐学习的事情也用到荷兰语的学习和西班牙语的学习上。比如在荷兰音乐方面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电子音乐，那我未来是不是也可以去找这种用荷兰语上电子音乐制作课程的形式来练习自己的荷兰语？那同样的，在西班牙语世界里，音乐相关的内容其实也蛮多的。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并没有找到很好的执行的契机吧。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通过这个找到自己爱好和自己正在学习的语言的重合之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你也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在学习中文的话，那你是不是能够找一下用中文来学习和发展你某个爱好的渠道呢？那第二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方法就是写作。这个方法我在前2期内容里也有提到过，但是这一期我想稍微聊深入一些，如何用写作来帮助自己提高语言的水平。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语言学习里容易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输出不够，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使用这个语言的环境，尤其是对于不在中国生活的人来说，很难找到能够长期稳定持续使用中文的这样一个条件。那很好的一个帮助自己输出的方法就是写作，因为它相对容易，也相对好执行，并且通过写作加上纠正，能够帮助自己学习使用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在很多语言交换的过程当中，虽然它也是一种语言输出，但是你很少能够找到愿意去纠正你语言错误的人。有时候只是对方觉得不太礼貌，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太方便停下这个对话来纠正语言错误。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写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输出和提升语言学习水平的方式。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了 AI， 对吧？ ChatGPT 之类的，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来纠正自己写作里犯的错误。那写作有几个方式，从简单到难有下面这几种方式。最简单的
就是你找到一篇非目标语言的内容，然后把它翻译成目标语言，靠自己来翻译，然后呢再和原文去对照，看自己犯了哪些错误，为什么没有像原文那样去表达等等。那稍微有难度一些的方法就是每天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写作一段话，可能100字、200字左右就好。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容易局限在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话题上，这样的话就没有很好的帮助我们拓展词汇的效果。那稍微进阶一点的就是找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上会有各种各样的话题，然后每天就随机挑一个话题来自己去写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能够拓展自己的词汇，尤其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方面。但是难处就在于可能有时候自己会比较挣扎，因为如果你想要写一段关于自己不太关心的话题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最难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图说话。你在网上随便找一个随机的图片，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来形容这张图片。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很难，因为当我们在描述一张图片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细节，比如说图片里的人正在做的事情，或者说图片里有的一些物品，可能我们平时并不会太在意这些物品的单词的学习，或者我们需要描述一张图片给人的感觉，描述氛围的单词也是可能我们平时不太会去学习的语言。所以这几种写作的方式我觉得可以混合起来用，但重点在于是尽量每天都写。那具体到我写作的流程是这样的，每天当我写100到200个单词的这样一段话之后，我会让 ChatGPT 来修改。具体有下面这几个重点。第一，就是修改我写作的文章里错误或者不自然的地方，并解释修改的原因。第二，把这篇文章改写为一个更加自然的版本。那第三，让 ChatGPT 发表对于写作的内容的意见，来当做我自己的阅读的练习。这样一套流程操作下来，你既修改了自己的语言错误，并且学习了更加自然的表达方法，还能够做一些阅读的练习。我也有一个固定的 prompt， 这样每次我就直接复制粘贴在我写作的内容面前，很快的我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反馈。每次写作的内容也不要太长，可能100到200字，自己花可能10分钟就能够写出来的内容。重点在于自己尽量每天或者说一周有3-4次都能够这样去做一些练习，这样的话很快就能够形成很不错的对于这个语言的语感。那最后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所谓的小词。很多语言学习者，包括我自己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用很多很复杂的词，我把它叫做大词，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去看
这个语言的母语者表达他们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去用很复杂的词汇，相反，他们的日常表达里的词汇其实相对都是比较简单的，我称之为小词。拿英文举一个例子，英文里有非常多的小词，包括 make、take、do、cut 之类的单词，都是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灵活的单词。你去字典里看这些单词的用法，可能有20种、30种。他们的很多的表达方式，其实都可以用一个稍微复杂一点、高阶一点的词汇来代替。但是最地道的表达方式是用这些小词来表达。所以掌握这些小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们语言的自然程度和地道程度。那怎么学习这些小词呢？首先你需要知道去哪找这些小词。那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找现成的频率词典，有很多官方的机构统计过语言里最常用的单词是哪些。那他们其实是通过统计很多不同的网站和资料里的词汇的出现的频率来给出这个频率词典的。所以通过一个挨着一个的去学习这些频率词典上的单词，就能够掌握这些所谓小词的意思和用法。那我刚刚有提到每个小词可能有好多种用法，那具体怎么去学呢？我倒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小词里可能大部分的用法都放在 Anki 里，然后挨着的去记忆、去学习，然后在平时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里尽量去使用这些小词。这并不意味着复杂的单词我们不学，而是说简单的单词和复杂的单词都要学，并且简单的单词这些小词的优先级更高，我们需要把它们理解得非常透彻，而复杂的单词优先级稍微低一些。那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3个我最近常用并且感觉收获很大的学习方法。一个是通过使用自己正在学习的语言来发展自己的爱好。第二就是通过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使用 AI 来纠正自己语言错误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那最后一个方式就是尽量学习这些简单的小词，来提升自己的表达的自然程度。那这一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